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印度飞饼。虽然叫印度飞饼，但是它是东南亚地区常见的做法。先将水用微波炉加热20秒到不烫手的温热状态，水换成牛奶也可以。黄油微波炉加热20秒至融化。大碗中加入中筋面粉，也就是平时用的普通面粉，加入糖和盐搅拌均匀。接着加入刚才的温水，边倒边搅拌成絮状。因为不同面粉吸水性不同，加水时可以预留一点点水，以免和出的面太软。接着加入融化好的黄油，搅拌一下。这个时候如果觉得干粉还有点多，可以再把剩下的水加进去。最后用手揉成面团。刚揉好的面团表面很不光滑，不用着急揉，盖好先让它醒15分钟。这期间我们再额外准备一小块黄油，用微波炉加热到能抹开的状态即可，一会儿用来涂抹在面团上。醒好的面团揉几下，表面就光滑了，不需要费力去揉。平均分成4份，将每一个小面团像这样向后折一折，让它形成一个光滑的小球，然后在面团表面涂上刚才融化好的黄油，防止它们彼此粘连。准备好的面团需要密封好，至少在室温下醒4个小时，或者可以放在冰箱里隔夜醒面。醒面十分关键，面醒不透的话，面团的延展性不够，后面是没有办法抻到很薄的。如果你是放在冰箱醒面，最好能提前1小时从冰箱里拿出来，让面团回温，不然冷的面团会比较硬，有点难操作。制作饼我今天没有选择菜板，一是因为它不够大，二是木质菜板摩擦力比较大，在上面抻开面团阻力太大了，最好选择面积大一点、光滑一点的台面，在上面涂点软化的黄油，然后拿出一个饼坯，用手按扁。接着一只手在下，另一只手在上，用在下面的那只手向外甩。如果你是右撇子，应该跟我正好相反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向右甩。如果面团折叠了也没关系，展开以后换个角度继续甩。开始不熟练破几个洞也是很正常的。如果饼变大，觉得自己甩不好的时候，就可以改变策略，用抻的方式慢慢把饼抻薄。一般先变薄的是中间，最后再慢慢抻边缘，把饼抻大抻薄，直到能透光的程度，越薄越好。最后如果边缘稍微有些厚，可以用刀划一圈切下来，切下来的边角料最后团一团，可以擀成一张饼。在抻好的饼上抹一点黄油，放上自己喜欢的馅料。我切了几片香蕉，然后把4个边向中间折叠，注意每个边应该折到中间的位置，不要折到最下面，不然4个边重叠的部分太多了，饼会太厚，影响口感。还有一种整形方式是在饼上涂一点黄油，然后把它从上到下堆成一条，再卷起来。卷好之后的饼需要醒20分钟再擀开，会比较好擀。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手抓饼。我一般会把所有的饼都准备好在一起烙，这样可以在饼出锅之后能趁着酥脆的时候马上享用。找一个大一点的平底锅，开中火加热，上面涂一点黄油，黄油可以涂多一点，这样做出的饼才能酥脆。黄油融化之后下入饼坯，这个配方里的油我不建议换成其他的油，因为味道相比黄油会差很多。一面煎至金黄之后，将饼翻面，等两面都烙至金黄酥脆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面团我是没放鸡蛋的，因为我发现放了鸡蛋煎的时候鸡蛋会膨胀，导致饼不够酥脆，所以放不放鸡蛋大家可以自己斟酌。这个是手抓饼形状的，出炉之后用双手快速挤压几下，丰富一下层次。这种整形方法的层次会比较多，口感也会更酥脆。这个饼如果不放馅儿，也可以配上一点咖喱蘸着吃，也是很搭很好吃的。大家有机会不妨自己在家里做一下，制作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他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